传递医学资讯，共享健康人生。大家好，我是丁医生。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记忆力下降的问题。我们也许会出现忘记带钥匙、忘记把老花镜放在哪里了这些问题。那这些呢，可能只是一时的心不在焉的缘故所导致的。但是如果让你想一想，你今天早上做了些什么，你都记不清了，那可能就是更严重的记忆力的问题。那今天呢，就和您来聊一聊和记忆力下降相关的一些常见的原因，大家可以逐一的来对照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些问题导致了记忆力的下降。首先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是不是因为睡眠不足。当睡眠时间不够的时候，你要去回忆以前的事情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其次呢，睡眠能够加强脑细胞之间的连接，这样呢有助于长期记忆的形成。第三，由于睡眠不足会导致注意力的不集中，那么你在最开始形成记忆的时候呢，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所以以后就更加容易记不起来。所以良好的睡眠卫生能够对保持记忆力有所帮助。什么是良好的睡眠卫生呢？就是尽量保证每天晚上睡够8个小时，每天坚持锻炼，坚持规律的睡眠时间表，并且呢，尽量避免在中午以后喝酒以及摄入过多的咖啡因。那第二点就是药物的原因。我们知道像安眠药啊、镇静剂啊，这些药物可能让人昏昏欲睡，会削弱记忆力。但是有一些不那么明显的因素，其实也会有类似的影响，比如说像降压药、抗组胺药或者抗抑郁药。这些药呢，是会对记忆力有一定的影响的。此外呢，不同的人对同一种药物或者不同的药物之间，它所产生的协同的作用，可能也会影响记忆力。所以如果你在开始使用一种新的药物的时候出现了记忆力的问题，那就要告诉开药的这个医生，让他们尽量的去调整剂量，或者呢去开一些可以替代的药物。那第三点就是糖尿病。患有糖尿病的人其实是更容易出现记忆力的问题了，包括痴呆症。这可能是因为高血糖会损伤大脑当中的微小血管，也就是毛细血管。也可能呢是因为高胰岛素水平，它会对脑细胞造成损害。糖尿病呢其实是可以通过药物、运动以及健康的饮食来进行预防，或者至少进行糖尿病进展的一个控制。这些呢是能够延缓记忆力的衰退的。第四点当然就是基因了，也就是你从你的父母亲那里所继承的特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你的记忆力什么时候开始衰退，以及你是不是会患上痴呆症。当然这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关系，基因对某些类型的痴呆它的影响是更大的。而且呢，如果某一种影响记忆的基因在一个人的身上可能起作用，但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可能就没有任何的影响。如果有这方面的担心，可以找医生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基因的检测，可能会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再接下来就是年龄，这个是不容置疑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往往会逐渐的减退。如果这种记忆力的减退严重的干扰了正常的生活，那医生就把它叫做是痴呆症。我们所熟知的阿尔兹海默症就是最常见的痴呆症的类型。根据研究发现，在65岁以后，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的病人数，它每5年是会翻一番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在这个当中，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锻炼、社交生活，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这些发病率的增高，也同样会影响记忆力的变化。再下面就是中风。中风因为会阻止血液流向大脑的某些部分，那这些受损的大脑组织就会影响人的思考、说话、记忆力和
注意力集中的这些问题。这种呢称为血管性痴呆。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一系列的小中风之后逐渐发生。像高血压、心脏病和吸烟等等，这些会导致中风风险的增加，也会引发这种血管性痴呆的发生。如果怀疑自己出现了中风的类似的症状，我们记住 FAST 原则，就是 FAST 原则。F 是 face 面部下垂， A 是 arm 手臂无力， S 是 speech 言语困难。那如果出现了这3种状况，那就要记得 T time 就是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在美国的话，你就可以拨911 911。好，下面的影响记忆力的因素呢，就是吸烟。吸烟会使大脑当中负责思考和记忆的部分发生萎缩，它还会增加患痴呆症的风险，因为吸烟对脑部的血管是有危害的。此外呢，吸烟也能够显著地增加中风的风险，而中风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损害大脑，并且导致血管性的痴呆。如果你是抽烟的人士，想戒烟的话呢，可以去咨询医生或者咨询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去寻求帮助。接下来就是心脏病。动脉里面的斑块堆积会减缓血液流向大脑和其他器官的速度，这种呢就称为动脉粥样硬化。它会使得人进行清晰的思考和准确的记忆变得更加的困难。那此外呢，动脉粥样硬化还可能导致心脏病的发作或者中风。那这2种情况都会增加患痴呆症的风险。如果你还没有心脏病，但是呢有一些潜在的原因，比如说你是抽烟的人，你是糖尿病或者高血压的患者，那说实在的，痴呆症的患病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要小心。好，我们下面就讲高血压。高血压它是会增加记忆力问题的风险的，它也会增加痴呆症的发生。这很可能是因为它会损伤大脑当中的微小血管。此外呢，高血压还可能导致中风，继而会引发痴呆症的问题。我们通过饮食、运动和药物的控制，可以来进一步的控制高血压的进展，能够延缓或者预防这种脑部的衰退。那除了这些，还有抑郁症和焦虑症。如果感到焦虑或者抑郁，往往呢很难去集中注意力，或者很难去清晰的回忆以前发生的事情。此外呢，焦虑症和抑郁症也更容易发展成痴呆症。如果焦虑或者抑郁严重影响了你正常的日常生活，甚至有自我伤害的想法，那一定要和医生或者治疗师进行咨询沟通，让他们给予及时的治疗，甚至药物的帮助。还有是头部受伤。如果我们的头部进行了严重的撞击，造成了创伤性的脑损伤，那肯定会影响短期的记忆。可能你会忘记跟人家安排的约会的时间，或者不记得今天早上做了些什么。那这个时候进行充分的休息，进行药物和医疗的康复治疗，可以帮助恢复。但是如果经常的受到头部的撞击，比如说像拳击运动员或者是美式足球运动员，就可能会增加未来患上痴呆症的风险。如果不小心受到了头部的撞击，感觉到昏迷、视力模糊、头晕、恶心，那就请一定要拨打求助电话。还有就是肥胖。如果体重指数BMI 在中年的时候超过了30，那未来患痴呆症的风险是比较高的。而且呢，不论什么年纪，如果体重是严重超标的，是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心脏病呢，我们刚才说了，也会导致大脑衰退和记忆力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通过健康饮食和规律的运动来改善自己的体重的状况。所以下面我们要提到的会引起记忆力衰退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运动。规律的运动可以减少大脑衰退、记忆力的问题和痴呆症发生的风险，它还能够改善已经患有痴呆症的人的大脑的功能。我们说到规律的运动，不是说一定要去参加马拉松比赛啊，或者进行撑杆跳这种极端的运动。每天尽量抽出大概30分钟的时间进行户外的运动，
像在院子里面做一些园艺的活动啊，散步啊，游泳啊，甚至跳舞啊，都是有益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不良饮食。不健康的饮食可能会导致心脏病的发生，而心脏病可能引发包括记忆问题和痴呆症在内的大脑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有益身体健康的地中海饮食对大脑是有好处的。地中海饮食它强调的是全谷物、水果、蔬菜、鱼类、坚果、橄榄油和其他的健康脂肪，比如说像牛油果这类健康脂肪的摄入，并且呢，尽量减少红肉的摄入。好，那今天关于有可能引起记忆力衰退的原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可以逐一的进行一个比对，看看能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进行有意识的调整。我是丁医生，临床工作20多年，传递医学资讯，共享健康人生。感谢您的关注和订阅。如果您有关注的健康话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咱们下期再见。